家好，這裡是小狼，然後這一期給大家帶來的是一個Access 數據庫對接網頁的一個動態網頁，就是說網頁輸入了數據可以存在這個 Access 數據庫裡面。對，這一期給大家帶來一個這樣的教程。首先我們需要準備3樣工具，第一個當然是一個數據庫，一個辦公軟件，像這一個辦公軟件 Micro4 這一個 Access 數據庫這一個軟件。然後第一個就是在你本機的 Windows 系統上面開啟一個 IIS 的插件，這一個 IIS 開啟的方式是在控制面板裡面的一個卸載這個位置，卸載这個啟用或關閉功能這一個窗口裡面，然後勾選這一個 interface 的這一個 service 的這一個開啟，這一個裡面有4項都開啟 FTP Web 還有萬維網，這4個都開啟，然後裡面還有一些小的這一些全勾上，全部勾上就对了，主要是這一個下面的子菜單欄全部勾上，然後成功確定，然後等它創建完成，就可以在本地這裡直接搜索 IIS 就可以出現這個插件了。這個就是搭載一個 Web 服務器的一個插件，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需要用到這一個 ODBC 這一個插件，這個插件是你 Windows 10包括 Win7也有，是自帶的，可以直接在 Win10這裡直接搜索一個 ODBC 這一個數據源64位，然後這些都有了之後就可以開始做了。然後我為了演示方便，就建一个文件夹，把它當做一個網站的根目錄，就這個文件夾。所以我們第一步要做的是搭建這個網站先，然後 IIS， 然後第一個不是 6.0 這一個，就第一個打開進去是這樣子的，然後下面三角，這裡三角點下來，這幾個是我自己建的網站。然後你們需要從這裡，你們剛點進來是沒有這些的，你們需要直接添加網站，右鍵添加網站，然後網站名稱就來一個測試，然後路徑的話就放網站的根目錄，就放在我們剛才建的那一個桌面的文件夾裡面，這一個 Access 數據庫對接網頁，確定，然後需要給它一個 IP， 給本機的 IP。如果不知道本機的 IP 的話，Windows 鍵加 R 鍵，打開控制面板，然後 CMD IP config 回車，這一個就是你本機的 IPv4 了。然後端口80，因為我之前建了這些網站已經佔用了80端口，你們建的話直接用80。我這裡因為佔用了80，我需要用其他端口，用一個60給大家做演示，確定。然後這個網站我們就建好了，然後我們需要做一些稍微的簡單設置。然後雙擊進這個網站裡面，這個剛建的這個雙擊進去到這裡，然後需要到 ASP 這裡雙擊，選中這裡，打開功能，然後調試屬性這裡，然後將錯誤發給瀏覽器，選 TRUE 真設為真，然後下面還有一項就是啟用副路徑也設為真，這2項都設了之後就應用它。然後再返回過來，還有一項要設置的就是目錄瀏覽，這裡雙擊進去，這裡原來是禁用掉的，我們需要開啟。這個開啟的功能就是它的作用是在於你在，讓我們訪問一下我們剛才建的這個網站，訪問一下。我們剛才的是60端口，然後訪問進去。這樣訪問的話，它是沒有權限的，它是沒有直接訪問的權限的。我們必須要在這個選中這個網站的根目錄這裡，這個文件夾給它一個權限，安全編輯，添加一個 everyone，
回撤它，然後現在就建好了这個 v1这個了，然後允許它確定，然後就可以直接可以訪問了。剛才這一個步驟，目錄瀏覽這個步驟，啟用這個就是為了可以有瀏覽這一些網頁，直接瀏覽網頁，不是直接進到首頁的功能。如果你把這個取消掉的話，直接訪問這個端口這個網址的話，就直接進入你所建的那個首頁。因為我們是首先要做測試用的，就把它開啟就好一點。然後這些都設完之後，應用之後，這裡配置基本就完成了，把這個關掉。然後我們回到桌面，這裡還有一個，我們到我們的根目錄這裡建一個數據庫 ，Access 數據庫，把它打開。建好之後，我們創建一個表。表的話，我就給它命名一個信息表，做一個簡單的信息表。然後我們進入設計視圖，添加一些字段。第一個字段當然是姓名，第二個字段性別，這邊數據類型我就隨便了。第三個字段就手機號碼，第四個字段郵箱。我就暫時設這4個字段，第一個 ID 就不用管它，然後 Ctrl+S 保存一下先，把它關掉，再打開是這個樣子了。好，這樣還沒完，我們需要在文件這裡，然後保存並發布這裡，把它另存為另外一種格式。選中這個格式，然後再另存為這2個格式都可以的。然後在操作之前必須關閉所有對象，然後它就彈出一個路徑，我們選在剛才那個文件夾裡面保存。好，現在就直接到這個文件夾裡面了，把這個關掉。我們這個是剛剛我們新建的，給它命一個名稱，數據庫。大家在做的時候最好就用英文來命名它，這就是剛剛我們建好的。後綴是 MDB 的這一個數據庫文件，然後裡面有4個字段、5個字段加上 ID 這一個。然後這個做好之後，我們還需要再到第4步，做到這一步就是需要用這個数據源。Win7跟Win10都是自帶這個數據源的，直接在這裡搜索 ODBC 就可以知道了。好，我們到第4步，剛才有點小問題。這裡的話是直接搜索這個 ODBC 這一個的32位，不是64位，32位這一個，然後點進來到這裡。這也是我之前自己建的，我現在重新添加一個，這裡就選 Micro4 Access 這個 MDB， 剛才我們那個數據庫後綴 MDB 這個，不是下面這個 MDB 這個，然後完成。數據源名稱的話，就來一個数據，就來一個信息表的名稱吧。信息表的名稱，然後数据庫我們要選一下路徑，它在桌面 USER 的不对，它在 Windows。它在 USER 的应该是，然後Odomi 的這一個桌面文件夾，這一個文件夾裡面選中它，然後這左邊就出來一個數據庫了，選中它，確定，然後選中數據庫之後再確定，然後這就是剛剛我們建的數據源了，我們需要用它來連接網頁跟數據庫，然後確定，這樣就好了。建好之後，我們就打開我們的 Dreamweaver 軟件，網頁編輯軟件。好，我們到這裡的話，這邊這個站點是之前我先前建的，我們就不需要這個站點了，我們就直接把它給關掉，在這裡，我們把之前的站點關掉先，管理站點，這個站點是之前建的。你們直接打開軟件應該是沒有站點的，我們新建一個站點，
然後站點名稱的話就信息表，然後站點目錄的話依舊是我們剛才在桌面鍵那個，選擇它，然後到服務器這裡添加一個服務器，然後 FTP 這裡應該要選擇本地網絡，因為我們在本地測試的嘛。然後服務器名稱的話，數據庫這個是隨便的。然後服務器文件夾的話，就選擇我們剛才在桌面鍵的那一個文件夾，好，選擇它。然後這裡 web URL 這就是一個那个站點的網址，也就是剛才我們設的網址是192.168.1.2的1.2的60端口。记住，這一切都要在英文狀態下的符號來進行輸入，然後保存。這裡我們不要選遠程，直接選測試，然後我們就保存它，完成。然後這邊就出來了那數據庫建的文檔。好，我們下面就建一個網頁。更多這裡我們需要建這一個 ASP.VB 這個 support 這一個網頁類型，然後創建它。然後我們先保存一下，保存到我們本地那個文件夾那裡，給它命一個名，我就命一個首頁名稱 INDEX 這一個名稱。然後在右邊的話，我們就多了一個 INDEX-ASP 這一個，給它命個名，測試，標題設為測試。好，我們開始。然後我們首先第一步的話，要給它右邊的話，給它插入一個表單，好，這個是表單。然後我們一切操作都是在表單裡面進行操作的。然後我們先做一個插入數據庫的這一個類型。然後我們第一步的話，來一個姓名，因為我們要把一些數據從網頁這邊插到數據庫這邊。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性別，第三個的話就是手機號碼，第四個的話就是郵箱。好，4個字段我們添加一下，在表單裡面添加一個文本域的在這裡，然後 ID 這些先不用管，確定它，然後就添加這一個輸入框，然後 Ctrl+C，Ctrl+V， 複製一下，把它，因為我們需要4個。好，然後我們還需要添加一個按鈕，表單這裡有一個按鈕，直接點確定，這提交表單。然後對面的話，我們需要設一個取消，就是取消輸入的話，就直接刷新到本機這個頁面，刷回到本頁面。那麼我就把它指向本頁面，取消的話就刷到本頁面。提交這個按鈕的話就是提交表單，然後下面的話我們對這些輸入框進行一個編輯，然後需要給它一一對應這些字段，然後第一個輸入框的這個 name 就是名稱，必須要是姓名，然後 ID 也是姓名，然後第二個性別這裡的話。性別這裡的話，我們不應該用這個輸入框，我們應該用單選按鈕。這一個確定。我們再複製多一個。好，2個單選按鈕，一個是男的，一個是女的。好，我們第一個單選按鈕裡面需要給它一個值，選定值，要給它一個值，值是男。然後這邊這個值就是女，然後這個單選按鈕這裡的名稱跟 ID 都要設為性別。這邊女的這一個單選按鈕也是名稱跟性別，名稱跟 ID 都是性別，然後它的值是女。上面的值就是男，然後下面手機號這裡的話也是一樣，name 就是手機號碼 ，ID 也是手機號碼，然後郵箱這裡也是一樣，
好，這些都設完之後，我們稍微保存一下 Ctrl+S， 然後到右邊這一個數據庫綁定這裡。如果你們沒有這個窗口的話，就到窗口這裡，然後服務器行為這一個勾選上去，它就會彈到這邊這一個了。然後第一步我們需要添加一個數據庫，然後這裡2個自定義連接字符串，然後下面就是數據源，因為剛剛我們用的是這個數據源來建立的，所以我們要選中這個數據源。然後這裡連接名稱隨便數據庫，隨便來個名稱。然後連接的數據庫是哪個？我們剛才在這個數據源裡面建的那一個是信息表這一個，然後我們這裡當然要選信息表這一個。因為我們數據庫沒有設任何的賬號密碼才能進去，所以我們這裡就不需要設賬號密碼，選本地 DSN， 然後確定，然後它就連接到這裡了。我們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有信息这个表裡面有這些字段，然後到右邊這裡綁定這裡，再添加一個記錄集，然後記錄集名稱甭管它，然後連接的是數據庫，然後信息這一個表，然後我們就下面的甭管直接點確定，它就連接了一個記錄集了。然後我們到服務器行為這裡添加一個插入記錄的。然後連接到數據庫，然後插入到表格，信息表格，然後插入成功後，你要轉到哪裡呢？我會讓它，轉到，我們先設一個那個，讓它插入成功後轉到什麼頁面的吧。我們再多建一個網頁，多建一個，新建一個 HTML 的吧，創建，然後這裡。標題提示，然後提示什麼呢？提示一個行為，提示讓它彈出一個窗口，彈出一個信息，信息就是插入成功，插入成功的信息。然後這邊就是自動加載，自動加載就是一連接到這個網頁，它就自動加載，然後保存這個網頁到這個路徑裡面，把它命名為提示插入成功，保存一下。我們這邊就多了一個提示插入成功的 HTML。我們回到剛才這邊，然後這裡繼續添加剛才那個插入記錄，選擇我們建的數據庫。然後插入，我們跳轉到剛才我們建的提示成功這個 HTML 這個網頁這裡，然後到下面的話，獲取值就是 form 一就是這個表單，紅色這一個表單裡面的所有東西，然後姓名的話就插入到列表中的姓名的文本，就是說這一個姓名的文本框插入到數據庫的這一個下面這個框這裡，性別這些也是一樣。然後這些它都是自動的，只要你這邊字段設對了，然後直接選確定。然後這樣的話再保存一下，這樣基本就可以了。我們回到網頁這邊看一下，刷新一下，就多了這麼多東西。因為我們做了測試嘛，可以看到整個目錄，我們就進入我們剛才那個首頁那一個，這個選中它，進來了。好，我們試一下姓名的話，我們來一個1、2、3。性別的話，我們選一下女。手機號碼隨便。郵箱也隨便，因為當然我測試了，所以比較隨便。然後點一下提交，正常來說它應該彈到一個插入成功的，然後確定，就插入成功了。然後我們再回到數據庫這邊刷新一下，看有沒有，刷新一下，好，我們成功刷到了，刷到這邊，成功刷到沒問題吧？好，我們一個插入記錄的這一個就完整的做到這樣了。好，這一期教程就暫時到這裡，因為時間關係。下一期的話，我會給大家帶來一個怎樣是更新這個記錄，怎樣修改這個記錄，怎樣顯示這一個記錄。因為我們數據庫一共有增刪、改、除的這一個4個功能的，對吧？我們剛剛展示的只是一個插入的。還有查詢的，還有修改的，還有刪除的，
還有3項沒有教，下期的話我會一一教給大家。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或者關注我的頻道，謝謝。